當你開始定期定額美股 ETF， 你還會注重股息這件事嗎？我發現身邊有些跟我一樣定期定額美股 ETF 的朋友，對股息的配發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執着，尤其是從高股息 ETF 轉過來的朋友，每次只要到了除權息時，都會小小抱怨怎麼配的這麼少。甚至這1-2個月在回觀眾留言時，也常看到這樣的問題。我相信你應該也有這樣的困擾，覺得股息怎麼只有這樣？不過我得說，都進來美股了，就不要再搞錯重點，繼續執着在股息這件事上了。所以這集我會幫大家解釋，為什麼你開始投資美股 ETF， 就不要再繼續關注發多少股息，而且你的焦點又應該擺在哪裡？甚至如果你是剛進來美股 ETF 這個領域的新手，又該怎麼做比較好？看完這集就可以把不該有的雜念給排除，讓你順順利利快速累積資產。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點讚，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把影片推散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歡迎回來，我是 AL， 這裡每週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開頭有提到，很多人對投資美股 ETF 都還會有一個配息的迷思在，或許是因為長期以來以台灣人的民族性，還是會比較喜歡高配息的產品，像是0056、00878，甚至是很多配息型的基金，每次一推出都賣得嚇嚇叫，甚至在前1-2年還出現了高股息之亂，可見的台灣人有多愛配息。不過這樣的思路如果用來投資美股 ETF， 可能會讓你大失所望哦。普遍來說，美股 ETF 的殖利率在 3% 到 5% 左右，光是這一點就讓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有些人可能覺得還 OK， 但我想對於多數台灣人來說，這麼低的殖利率就會先在心裡打個叉叉了。而且別忘了，要真正領到美股 ETF 發的股息前，還會被先課 30% 的稅，剩下的 70% 再發還給你。如此一來，真正實際領到的股息殖利率就只有 2% 到 3% 而已。而且這還是比較好的狀況，像是投資高股息或債券 ETF， 通常殖利率都還不錯。如果是投資其他的類別，像指數型 ETF 或者策略型 ETF， 殖利率會比剛剛提到的都還要更低，總體都不會超過 1%。這樣搞下來，你會覺得想要高股息的話，還不如去買0056或00878算了，甚至連0050殖利率都比這個高，幹嘛還要買美股 ETF？ 這樣的話，投資美股 ETF 到底是要賺什麼？答案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價差，而且還是長期價差。以我投資的 S&P 500 ETF BOO 為例，BOO 的長期股價趨勢會隨着時間不斷往上移，因為就 S&P 500 指數本身而言，只是多年以來都是走在一個很大的上升走道上面。當然中間會沿着軌道上下震盪，但軌道本身仍然繼續向上走。這也就是說，只要投資的越久，賺的錢就會更多，而這樣的報酬就會反映在 S&P 500 的點位或是 BOO 的價格上。中間發放的股息其實只是這過程的點綴而已，還算不上前菜或點心的地步。指數型 ETF 是這樣子，其他類型的 ETF 像是產業型的、策略型、主題型等等，基本上會吸引人投資的，也都是因為過去還有未來潛在價差賺得夠多，才會吸引人去投資，而不是那少到可憐的股息。不管是投資美股 ETF 還是個股，其實大家的重點都會放在公司還有 ETF 本身未來的股價成長性，而不是未來股息的成長。那這樣問題來了，我們未來產生的價差是要怎麼來？這個答案也很簡單，就是用公司賺到的錢繼續創造。以我目前所學，還有對美國公司的了解，這些企業習慣多留一點賺到的錢，拿來研發新的產品，或是投入到新的技術開發，為的就是要讓公司還有繼續成長的空間。像現在每間公司都在投資 AI， 除了輝達、微軟、蘋果、Google 等這些大公司之外，
還有許許多多的公司也都是透過新的資金，不管是透過新一輪募資，或是用過去所賺到的盈餘來全力跟上這一波新的技術革命。像現在 OpenAI 一直大手筆買輝達跟 AMD 的晶片，買到最後還要花大錢去投資人家公司，甚至連輝達本身也要花1000億美金來投資 OpenAI。甚至我還在網絡上找到彭博做的這張 AI 生態系圖，這個生態系還會越擴越大，是未來10幾20年最重要的戰場。所以就 AI 發展這個大主軸來說，就值得各家公司砸大錢進去，甚至是好幾百億、好幾千億美金不停的砸進去，因為他們看到的這背後藏的是非常巨大的利益。所以當大家拼了命的不斷的砸錢，就是為了要在這巨大獲利的市場分到一杯羹。這個時候你覺得他們還會有多的錢發還給投資人嗎？我想應該是不會，甚至他們還覺得這可能是浪費。比如像輝達，它的每一季股息才$0.01美元而已，如果你從高股息的角度來看，你絕對不會認為它是間好公司。不過你會好奇，那這樣的話，股息會發比較多，都是些什麼樣的公司？以我的了解，這通常發生在業績已經很難像科技業有巨大成長，進入到非常成熟期的產業，比如像金融業或者是電信業。雖然賺很多錢，但也不知道未來的成長性在哪，只好選擇把錢發出去給投資人。比如像 Morgan Stanley， 它的殖利率就 2.41%， 花旗銀行有 2.38%， 美國銀行也有 2.11%， 這邊是金融業的部分。而電信業的話，殖利率又更高了，像 AT&T 就 4.35%， Verizon 更高到 7.04%， 然後你再看他們的股價，就幾乎是沒什麼變動。這邊只是舉金融業跟電信業當例子啊，如果想要找到殖利率更高的，你可以試着找找，這裡我就不多講了。我要講的是，像這類進到成熟期的產業，雖然賺很多錢，但也不知道要用在哪，就只能發出去。像這樣發股利的公司政策，也會連帶影響到 ETF。還是拿我投資的 VOO 跟 QQQ 來說好了， VOO 的殖利率差不多在 1% 多一點，但 QQQ 就不到 1% 了，是因為 VOO 包含範圍較廣，像剛剛提到的金融、電信都有在裡面，所以領到的股息也會稍微多一點，發的時候也會比其他同類型的 ETF 相對多。但 QQQ 就是科技業或者成長型股票的縮影，因為這些公司發的股息非常低，導致 QQQ 發的股息也會低非常多。VOO 跟 QQQ 是這樣，那麼範圍更廣的 VTI 跟 BT 基本上也都是同樣的邏輯。其他類別的 ETF 像策略型、主題型還有槓桿型，也一樣是同樣想法，以賺差價為主。所以我不是說想領股息不好，只是當你進入美股後，尤其是 ETF， 你得先搞清楚為什麼那些股價大噴發的公司發的殖利率都那麼低，就是要賺什麼。當然也有些人是考慮到資產配置，可能選擇投資債券 ETF， 那這個部分可以參考我做的這2部影片哦，這裡我就不特別講了。但我清楚，對於習慣領股息的台灣人來說，一下子要接受股息很低，專注在價差這件事，短時間內很難接受。畢竟每個月或者每3個月就可以領到一次錢，實在是很爽。現在領的錢變少，小確幸沒了，要適應真的得花時間。所以你可以來個一次大調整，甚至更好的是慢慢調整，用你覺得最舒服的方式改變。我個人是推薦一次大調整，把你手上的高股息 ETF 或者領息專用的持股全部賣掉，全部轉進美股 ETF， 尤其是指數型的，因為這樣你的獲利速度從現在開始就會像加了加速器一樣不斷往上飆，讓你看出超出預期的成果。當然啦，這必須得花很大的決心，而且就算一次改，很有可能還是會懷疑一段時間，甚至有後悔的感覺。所以對多數人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慢慢調整，而這也有2種方式。第一種就是對現有持股的部分慢慢的賣掉，然後轉進到美股 ETF 裡，比如每個月賣個幾百股高股息 ETF， 然後換到 VOO、QQQ 或 BT 等等，讓自己適應一下美股的節奏。
這樣一來，你也不需要因為不適應就開始想東想西，覺得自己是不是做錯了。第二種是保留現有的持股，但後續的資金，不管是用你每個月剩下來的錢，或是固定領到的股息，就全部投入到新的美股 ETF 上，等於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再擴大你的資產範圍。而如果你是有固定現金需求的話，那我想這個方法會比較好。以上這兩種方法不一定只能選一種執行，也可以兩者混搭使用。比如你想要慢慢適應股息變少的感覺，但又想要加快資產的累積，那你可以像前面講的，每個月先賣掉幾百股，剩下留着的股份還是可以繼續領股息，但領到的股息包括每個月的剩餘，就會全部拿來投資新的 ETF， 等到適應的差不多了，最後再一次出清原有的持股，全部投入到美股 ETF 上。或許這些方法不是最好，但至少可以讓你舒舒服服無痛轉換到更高成長、效率也最高的美股 ETF 上。畢竟投資美股 ETF 就是要賺更多的價差回去，而不是穩定的領配息。如果你看到這邊覺得很有用的話，就請你簡單幫我留言有用，這樣我就知道這真的有幫到你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讓更多人一起賺錢。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星期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我是 L， 那我們下集見。